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科技股还在震荡，大盘每天上上下下，大家盯着英伟达订单，盯着财报数字，也盯着台积电先进制程，可真正卡住 AI 芯片往前走的，可能不是3纳米、2纳米这些名字，而是先进封装。英伟达 Blackwell 出货前，供应链里不断传出封装用料微调的消息。台积电财报里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甚至比先进制程还抢眼。这不是一个小细节。AI 芯片已经走到一个阶段，谁能把一堆芯片稳定的拼在一起，谁才更有机会把算力真正交付出来。先看最底层的问题，过去半个世纪，芯片进步靠的是摩尔定律，每隔18到24个月把晶体管做得更小，在同样大小的硅片上塞进更多元器件。我们熟悉的7纳米、5纳米、3纳米讲的就是这条路，但这条路越来越挤了。当晶体管接近原子尺度，量子隧穿效应就会冒出来，栅极薄到只有几个原子，电子会穿过原本不该穿过的地方，漏电、能耗、发热都会上来。还有一个很硬的限制叫光照极限，目前主流光刻机单次曝光面积被锁在858平方毫米左右，差不多就是一张邮票大小。也就是说，单颗芯片能做多大，不只是技术问题，也被物理边界限制住了。可 AI 芯片需要什么？需要数百亿个晶体管，旁边还要堆10几层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这个时候继续把所有东西塞进一颗大芯片里，难度和成本都会失控，所以行业换了思路，单颗芯片做不大，那就拆开做，最后再拼起来，这就是 Chiplet 小芯片架构。到了这个阶段，性能不只看晶体管能做到几纳米，还要看你能不能在几微米的间距里把这些拆开的硅片用足够高的良率、足够低的损耗重新连起来。先进封装就是这样从后到工序变成了主战场，听起来像拼图，对吧？但这个拼图很难。最近 Blackwell 的量产波折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提醒。Blackwell 用的是台积电比较尖端的 CoWoS-L， 也就是硅桥连接方案。简单说，它不是拿一整块很贵的硅片当底座，而是用相对便宜的有机树脂板做底座，再在2颗大 GPU 之间埋入几块很小的硅桥，用来传输海量数据。问题就出在这里，有机树脂、硅桥、GPU 芯片，它们预热之后的膨胀幅度不一样，芯片全速跑起来，温度从室温迅速升到上百度，下面的有机树脂会伸展，但硅桥和 GPU 的膨胀率很低，结果就是底座在微米尺度上出现翘曲。你可以想象一下，几微米的距离里有成千上万个比头发丝还细的金属连接柱，底座稍微一弯，连接柱可能被拉断，也可能短路。所以 Blackwell 初期量产良率遇到压力，英伟达需要调整光照设计，也要重新调封装用料和底座的热机械应力。这里真正值得看的不是谁犯了错，重点是 AI 芯片下半场图纸画得再漂亮，如果实体层面扛不住冷热变化和形变，就很难稳定量产。台积电也不是没有办法，为了这件事，它一直在升级 CoWoS 生产线，只是这个过程也把有机树脂底座的短板暴露得更清楚。CoWoS 这条线过去几年大概走了3代，最早是 CoWoS 逻辑很直接，小芯片和 HBM 都是硅做的，那底下也放一块大硅片当中介层，大家热膨胀率一致，所以稳定性很好，翘曲问题小。但缺点也明显，贵。一块12英寸晶圆本来就要拿来做芯片，现在还要切出大面积硅中介层，这会消耗本来就紧张的晶圆产能。随着 AI 芯片越做越大，继续用整块硅中介层，缺陷率也会快速上升。只要这块大底座上掉了一颗纳米级灰尘，整颗芯片就可能报废，成本自然压不下来。于是台积电推了 CoWoS-L， 它把底部的大硅中介层换成有机树脂板，只在芯片缝隙里埋入小硅桥。理论上很好，硅底座成本能省很多，而且可以拼出比以前更大的芯片。但 Blackwell 的热循环测试说明，这种补丁式方案也会碰到力学难题。有机树脂和局部硅桥的特性不一样，热起来、冷下去，微翘曲和开裂风险就会出来。这也让行业看清一个现实，靠有机树脂做底座，面对多芯片、大功耗的 AI 芯片，已经越来越吃力。未来哪怕数据带宽设计的再高，底座不稳，运行也很难稳。说到这里就要看安靠了。安靠 Amkor 是全球第2大、美国本土最大的独立外包封测厂，它的角色很像行业里的卖水人，它不做大模型，不设计 GPU， 也不烧几百亿美元去做晶圆代工，
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客户把硅片送过来，他负责切割、堆叠、封装、测试，然后出货。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不太压单一技术路线。未来是英伟达继续领先，还是 AMD 拿到更多份额？大模型厂商最后用哪种制程？安靠不一定要压对，只要芯片产量在增加，只要先进封装渗透率继续往上，它就能赚加工费。从财务结构看，安靠一年的资本开支大概8到10亿美元，台积电一年资本开支动不动就是300亿美元级别。对安靠来说，行业下行的时候，它更容易缩减开支，保住自由现金流，这就是防御性。但硬币另一面也很现实，定价权不强，毛利率天花板不高。安靠夹在上游晶圆代工大厂和下游设计大厂中间，上游有台积电，下游有英伟达、苹果这样的客户，两边都很强，安靠的溢价空间就有限。更麻烦的是，台积电自己也做 CoWoS 封装，最赚钱、技术门槛最高的 AI 旗舰芯片封装订单，很多会被锁在台积电自己的闭环里，留给独立封测厂的，往往是二线设计公司的定制订单，或者台积电产能溢出来的中后端需求。所以安靠的整体毛利率长期大概在14%左右，它很难像英伟达那样吃到70%级别的毛利。安靠赚的是比较稳定的加工费，但很难拿到技术垄断带来的超额回报，这也是独立封测厂估值上的天花板。面对台积电的压力，安靠这类独立封测厂当然不会原地等着，他们正在和下游设计厂一起推动 FOPP， 也就是删除型面板级封装。这个方向本质上是想绕开晶圆厂的一部分限制，把成本打下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芯片是方形的，为什么承载芯片的晶圆却是圆形的？原因很简单，单晶硅拉晶出来是圆柱形硅棒，切片之后自然就是圆形晶圆。可你把方形芯片排在圆形晶圆里，边缘一定会有一些用不了的半圆形边角，面积利用率通常只有85%左右。封测厂的思路是，封装阶段又不需要拉单晶硅，为什么不能用方形底座？FOPP 就是把小芯片放在一块巨大的方形重构面板上做封装，面板尺寸通常可以到600毫米乘600毫米，面积接近传统12英寸圆形晶圆的4倍。因为面板是方的，排方形芯片更容易排满，面积利用率有机会做到95%以上。规模效应也很关键，面板级封装一次能处理的芯片数量是圆形晶圆的好几倍。如果跑通，单颗芯片封装成本有机会降30%到40%。目前安靠正在和一些顶级车载芯片厂商、2线 AI 芯片厂商一起开发这套工艺。机构关注它，是因为这给独立封测厂提供了一条不完全依赖台积电 CoWoS 产能的技术路径。如果 FOPP 先在中低端 AI 芯片和消费硬件里普及，安靠的产能利用率和毛利率可能会出现边际改善，但节奏要看良率，也要看客户导入速度。不过 FOPP 解决的是成本和产能效率，它还没有彻底解决受热形变的问题。只要底座还是有机树脂，大功耗场景下的翘曲风险就还在。这就把我们带到英特尔压住的方向——玻璃基板。英特尔在先进制程代工上追得很辛苦，传统数据中心业务也面临压力。他现在想破局，选择的不是只在制程上硬追，而是在封装基板上换一种底层方案。现在大多数先进封装用的是有机基板，比如 ABF 基板。但当芯片尺寸从1倍光照极限扩到3倍、4倍光照极限，有机基板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高温下它会有微小弯曲，可能导致微米级连接引脚断裂，超高频信号传输时损耗也会更严重。再加上刚性不够，承载更大芯片拼图会越来越困难。英特尔的方案是改用玻璃基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把芯片地基从容易变形的塑料板换成一块更平整、更硬、更耐高温的玻璃板。玻璃基板的好处很直接，热膨胀率低，平整度高，可以支持更高密度的连接。它还能做得很薄，给 3D 堆叠留下空间，散热条件也更好。按照英特尔的规划，玻璃基板封装会在2026年底进入实质性的商业量产阶段。这就是英特尔的反击逻辑。先进制程追赶很难，那就在拼芯片的地基上提前压下一代标准。如果玻璃基板封装的良率和成本能在2026年底前得到验证，英特尔就能拿出设计、制造和下一代玻璃封装的一体化交付能力。对于不想被单一渠道卡住的 AI 设计厂来说，英特尔 IFS 的吸引力会重新上升，但这件事难度很高。玻璃本身易碎，无尘室里的高速机械臂抓取、高压切割、打孔和检测都会放大工艺控制难度。
如果良率迟迟上不去，这笔投入就会拖很久，甚至带来资产减值压力。很多人以为玻璃基板只是英特尔在实验室里讲故事，这个看法可能低估了供应链推进速度。玻璃基板想产业化，需要重构半导体前中段的一部分生态。英特尔过去几年已经拉起一条全球协作链，日本的 DNP 也就是大日本印刷和 AGC 也就是旭硝子已经开发出半导体级超薄玻璃面板，重点解决极薄玻璃的微裂纹问题。德国 LPKF 掌握高精度激光诱导深度蚀刻技术，也就是 LIDE， 它是玻璃上做微米级垂直通孔，也就是 TGV 绕不开的一环。日本测试设备公司 LaserTech 也已经把玻璃封装表面缺陷检测放进下一代设备出货指标里，这说明玻璃基板已经不只是英特尔自己的概念，日本和欧洲的一些设备供应链厂商也在往这个方向推。这些公司为什么愿意配合？因为台积电 CoWoS 很强，但它对硅中介层和先进封装产能的依赖很重，也会消耗昂贵的晶圆产能。玻璃基板如果跑通，就有机会用更低的用料成本做到接近甚至更高的互联带宽。一旦这套供应链在2026年底真正跑起来，台积电在先进封装里的定价权可能会受到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资金在配置半导体资产时，不再只盯先进制程，也开始跟踪玻璃基板相关链条的重定价机会。注意，是跟踪，不是立刻下结论，因为量产良率没有验证之前，这条线仍然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更长期的看点是玻璃基板和 CPO， 也就是共封装光学硅光技术的结合。当小芯片越拼越多，另一个瓶颈会出现，电信号在铜线里传输会因为电阻产生热量，如果芯片之间的互联带宽再翻很多倍，铜线发热可能会成为新的限制，所以行业会往以光带电的方向走，用光子替代电子，在芯片之间搭一条高速通道。玻璃在这里就有天然优势，它适合传光，也可以通过高精度激光蚀刻在基板内部做出光波导通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玻璃基板可能不只是一个更稳的底座，它也可能成为承载光互联的微型交换平台，把光电转换模块和计算芯片封装在一起。如果这条路走通，台积电现有的硅中介层和有机板方案确实会面对新的竞争。英特尔在硅光技术上已经做了15年探索，它不仅有硅光芯片专利，也有玻璃基底耦合工艺的积累，这是市场愿意继续观察英特尔的原因之一。但我还是要强调一句，这是一个长周期技术路线，不是短线股价故事。短期看封测板块，还是要回到几个指标，看安靠这样的卖水人要盯全球设计厂库存周期，只有行业去库存比较充分，先进封装产能利用率重新回到80%以上，封测公司的基本盘才会更稳。但 FOPP 要盯方形面板良率能不能稳定在92%以上，这个水平决定它的成本曲线能不能真正打平传统圆形晶圆。看英特尔要盯玻璃基板首次量产良率能不能突破70%，还要看18A 工艺的大客户订单能不能正式落地。在这些信号出现之前，市场给英特尔的估值折价短期很难完全消失，所以先进封装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题，它背后是物理限制、产能分配、资本开支、良率爬坡和客户导入，每一步都要花钱，也都可能出错。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可能成为 AI 芯片下一轮竞争的关键变量。现在很多人还在看 GPU 数量、看订单、看下一季收入，但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继续放大的，可能是那些很不起眼的东西，底座会不会翘，连接柱会不会断，封装良率能不能上去，玻璃基板能不能量产，这才是半导体产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到最后，资本市场讲再多宏大叙事，还是要回到物理和工程。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种抛开股价噪音，从封装和商业模式看半导体的拆解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最后，我想把问题留给大家：未来的半导体生态到底会继续由台积电这种代工加封装的一体化闭环主导，还是英特尔有机会靠玻璃基板和硅光技术重新打开一条路？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